本节目由痛快中国燃的康师傅冰红茶独家冠名播出。青岛有2种泡沫，一种是大海的泡沫，一种是啤酒的泡沫，两者皆让人陶醉。哦，我来这儿才发现青岛啤酒原来有这么多的种类。刚拍完新戏，演员王小晨回到期盼的家乡，来青啤博物馆打卡。赚零花钱，就是每天帮我大爷去打酒，地方拿塑料袋，我给他打酒，打一次酒我可以赚1块钱。青啤博物馆收录了青岛人的欢乐时光。老青岛赵宗伦热爱收藏城市记忆，看到它这最新鲜的啤酒了。熟悉老城所有犄角旮旯的他，人称青岛活的博物馆。咱的音乐沙龙，音乐沙龙对，音乐沙龙得搞起来。我们已经连唱3天了，昨天刚演完。董磊创办的玄乐合唱团是青岛最受瞩目的团，他们用严肃的唱法、魔性的歌词，唱出青岛年轻人的故事。蓝色海洋与浓厚的人间烟火融合，拥有大海的青岛，奇幻而幸福。每年冬天天气再冷，也会有青岛人来栈桥喂海鸥和冬泳。还有一只小可爱，你今天怎么那么好看？哎，你小时候有照过这个吗？1分钟，快！王小晨9岁离开青岛，自称是个假青岛人。这次他故乡旅行的第一站是栈桥。看，还真有栈桥留念吧？你看青岛栈桥留念。他和发小兴冲冲拍了张游客照，弥补小时候没有拍过的空白。那干嘛玩？打鱼的吧？赶海是青岛人传统的娱乐活动。发小认真地带了赶海标配，铲子和小桶。得从那个石头下面打开，然后静静地等一等。还有一个海蛎子，哪？啊，这个也是。哦，这个也是。栈桥边的海已经被游客薅秃了，赶来赶去都是迷你小鱼小虾，大家赶的就是一个开心。真的有吧？这上面有好多小菠萝，又好开心啊！它粘在这上面。还帮我弄铲子铲一下，能吃吗？就菠萝多一点。空的，空的。啊，这有只虾，在哪？快！你放桶，放好，别动，我来。进，抓虾大王，抓虾女皇后。抓虾女皇后，好像听起来不是个什么好词啊！我刚什么叫抓虾？这么 low 的名。没赶过海的王小晨被迷住了，赶海的魔力让3岁到80岁的人都欲罢不能。漂亮，成功了。夏天的栈桥是游客的天下，在这人山人海中，老青岛还保留着一个隐秘的阵地。老赵来栈桥玩，这条路他已经走了几10年。青岛人呢，跳到这儿是一道风景线，这是我们老青岛的一种青海方式。一般我这个年龄能走到栈桥了，都是离栈桥有非常深的缘分，从童年一直到老年，见了栈桥，见了这片海，就亢奋。大哥，64岁的老赵有着和同龄人类似的下乡下海经历，但他还开影展、玩乐器、搞收藏，是文艺了一辈子的酷大爷。所有年龄都比我大。这个桥好，哎呦我去！这个老腰，这个你看。压水的那有学这个好啊！啊，这个水吹满了，好棒！在游客人潮中旁若无人地张开双臂，拥抱大海。外地人的打卡地，也是老青岛展示自己的骄傲 T 台。我的牙上了，牙。
完的。它这个东西，你要是开连创过来，你就产负多少一个也是负债。好了，赵姐，赵哥，走了哈，走了，走了，走了，喂。这栋100多年的老建筑是老赵以前的民宿，接待过天南海北的文艺青年和外国人。看老街、老房子，对上个老朋友、老感觉、老故事。搬走后，他经常还留恋地回来看看。好，来间奏，超哥，一起。大家放出来声音唱啊，不然音响老师没有办法调好。起。科班出身的董磊创办的玄乐合唱团，由来自各行各业的音乐爱好者组成，至今并不盈利。听不到，女生。连排练的场租都是大家均摊，没有钱，但是要求严格。有考勤，有付出，所以人员流动很大。团长董磊是维持这个团不散伙的灵魂人物。先安静，往前听我说。台下呢，因为他们从胶南有可能是下半场他们赶过来，现在上半场的时候可能零零散散的坐了几个人，不要紧，咱们就当在台上排练了，啊，没关系，咱们就当那个训练啊。然后男生来，现在往这边走，女生往那边走，保持安静。这是疫情之后第1场演出，临时出了一点状况。后来才知道，票全被一个企业买光发给员工。晚上下暴雨，很多人就不来了。那个现在大堂还有人吗？还有多少人啊？哎，陆续进来一波。票都光了，为什么就不来呢？我都没见过这样。我们当年在那个地铁的时候，就是路过的人看一下，最早的时候第一批的时候都没人，不要紧。太好了，我觉得这日越少越好，这就排练了，还挣钱都好。对，这团是快20个了啊！董磊给大家打气，他是指挥，不能垮。虽然他自己也很失落。他说，青岛小哥的特点就是不服输。青岛特别著名的网红墙，而真正沉淀其实是内部的东西，反而很少有人进去看。你看，不断的有人在拍照。摄影师大熊带王小晨散步老城。上海有弄堂，青岛有礼院，北京有这个四合院，就是这是一个典型的青岛的一个特点。哇塞，这个地方是我第一次发现的。我有说是叫转角遇到爱，就是每个周日里头每天会跳舞，特别好。我小姨的婚礼是在这里办的。青岛是一座年轻的城市，还保留着它最初的样貌。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是它的色彩基调，万国建筑是这城市的记忆。在这样100多年的德国老建筑里看书或者发呆，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音。有美的地方，就有幸福。你刚才说那个没有，就是那有一种对故乡没有那种归属感哈。其实好多人会有这种体会。其实有归属感，我的归属感来源于家人吧，他在，你就会觉得这是我的根儿。这条叫平原小路啊，下面通着，下面就是平原路。其实我把它叫天堂小巷，德国的时期的补力盖。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大爷，他会骑那个28自行车，
然后坐在那个车上，就感觉颠得我的屁股都要开花了那种。我小的时候的开心和快乐也就是这样的。走过菠萝油子的老街，穿过陡峭的长巷，一步步深入青岛的美。天气好，老赵去出摊儿，客栈关了。现在他是圣弥厄尔大教堂前练摊人中最酷的赵大爷。但他玩心大，遇到好东西总舍不得卖，就想自己留着玩，所以生意越做越穷，自嘲是青岛最富有的穷人。今天把这个拿过来，准备出手吗？我要在这过过瘾。来，拍拍老赵。好。青岛人喝啤酒已经有100多年历史。几十年前大家都穷时，用塑料袋打一袋散啤回家慢慢品，是匮乏时代青岛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如今有了各种瓶啤和精酿，但老青岛中意的还是袋装散啤里那股不羁的人间烟火气。哦。青岛的夏夜，吹着凉爽的海风，喝一杯冒着冰凉泡沫的啤酒，酷暑是什么？不存在的。所以青岛人对高温有种被宠坏的娇气。不是这个啊，什么也不说了。多少钱？200块钱。这是我当年的跑广州的时候。这些没把月车都是关西，你知道吧？这套钥匙到现在印证的绿皮车里面，最管事的人，是吧？最管事的人，你坐过，对呀，你坐过这个铁路上吧？所以说你就不用讲了，你200块钱，对我拿证我拍张来，铁路职工工作证啊。这个过瘾我的，我跟你讲，这把要是你留的，价值就不是160了。你说他买长途的好朋友来了。哎呦呦！生意做到一半，想起还跟人约了合奏，丢下顾客，老赵拿了笛子，急忙跑过去。来晚了，一会儿还收碟，再来一个。刚在摊上，哎，哎呦哎，好来。我一听那个曲子，我真是什么也不顾了，真是错过一个曲子，这是很难受的。那些都不重要。其实这几年老赵经济压力很大，但他乐呵呵地说，现在出摊卖点东西也够吃几天，没钱也不影响你追求想要的生活。老赵用一辈子实践了这个观点。真好，谢谢。那大家。来，教辅团，请进。周末，合唱团的几个骨干来董磊家里开会。这是演出服吗？啊，来，你换鞋套吧，来，给，快帮我审一下合同，快点。演完了，咱当天晚上回来。啊？7点半演出，演到9点。9点半，10、11、12、12点半到青岛啊。咱必须27号回来，27号晚上大剧院有演出啊。真开心。那就这么哄我有什么办法？那个，你告诉我个固定电话来。人上次就是因为固定电话的事儿没。咱们没有固定电话。混得这么惨吗？不是，我的意思是公司的固定电话。咱公司就没有电话。好，又来一个。合唱团除了团长都是副团长，每个团员都要兼顾团务，大家都是用爱发电。昨天哪个歌没唱好哈？
我跟你说，白娘子，对我不是我，尤其是你那个白娘子，你到现在我学会了。扇子，一把扇子给他拿一把，我现在吗？你给我一把那个，给他一把，他现在就要黄穗穗的，我现在都把它我撑好就单独给你练练你的白娘子扇。我会了。你唱些什么玩意儿你？好，试一次，你要唱啥？八个拿着这样拿着不动。好，第一句。说到音乐，指挥的杀气露了出来，一言不合就训练。哎呀，我的天哪！我看你我都没法弹出来了，太吓人了。打出去的话，要不就不用晃了吧？你快自己来一遍，我看看来。不要晃才好看。来，起滴滴哒哒滴哒哒哒，往上甩。你胳膊那么长，你甩到头儿，你倒是。打到正上方。对，正上方，然后转。打开一个90度，然后对，然后收回来。哥，你在干嘛？我再把它晃松一点呀。这个就是我的了，我待会儿就不要还给掌柜了，我就自己拿着。好，二位辛苦了。唱要唱的专业，玩儿也玩得尽兴。子怡就是满脸的，你这也叫配叫游戏？其实最初成团，只是一群人打着唱歌的名义聚一起吃吃喝喝，到后来名气大了，要求高了，但是最初的兄弟姐妹的气氛保持了下来，成为玄乐合唱团的团风。凤凰大剧院 ，OK 了，一会儿就到了。哎，我们是从这儿长大的。门改到这边了，原来小学的门在那边。啊，对，这底下还有一个 Double Star， 我们青岛的品牌。要到我小时候练功的时候，全都是红头，就这种，对，是红头，双星，对，红头。从小学到少年宫，曾经是王小晨儿时每天走的路。他和发小4岁就认识，走向不同的生活，活成了彼此的另一种可能性。蹬，漂亮的对。和发小重走这段路，他露出了回青岛后最开心的笑容。就我小的时候学京剧那会儿，然后我爸就会带我到这个山上来练功。我记得就是这块地，依然没有改变。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骑它的时候，我脑袋是靠在这儿的。现在我有多大？1、2、3，这开始就是游客照。营口路菜市场就在附近，他们跟朋友汇合了，一起买些海鲜去吃饭。啊，再要1斤整个和1斤冷啊！给我们搞只大的来。好嘞。哦，那个八盖，你看，它跑出来了。哇，好可爱呀！哎呀，揪着了。挑海鲜是青岛人的童子功。青岛人会自谦说，本地海鲜品种不算多，但是本地人的骄傲在于青岛海鲜味道有点甜。掉了啥？在菜市场买海鲜，到路边小馆加工，这是老青岛的地道吃法。来嘛，来杯吧，来，这么久没见了，来吧，欢迎王老师回青指导工作。谢谢。这家烧烤店也是王小晨经常和朋友一起光顾的老店。哇塞，开始吗？你这个包下工。我输不敢要。来，大家比赛来。比赛啊！好，等一下，你输了怎么说？输了就干了。虾头保留。不吃虾头。吃不吃？要虾脑儿，把皮都拔掉。可以，同意。但虾头有难度。对，同意。来一杯啤酒。预备，开始。好呀。在那个紧张的进行当中啊，郭老师都输了，按虾头来，郭老师。不吃虾头。人说了保留。好了，行，你喝了。来，马上了。你想没想过，郭老师也许是为了想喝这杯啤酒故意输的？愿赌服输。你看青岛小馆。包虾吃海鲜也是青岛人的童子功。对很多青岛人来说，可以食无肉，不能没海鲜。来，这个海鲜怎么吃呢？看啊，这是外面5个角，然后海鲜呢是从中间这里要扒开。它中间正好有一条线是可以把它扒开的。就我从小最喜欢吃的就是海星，很香。老赵的新地方在百年一聚合钱庄的地下室，老赵打算把这儿做成一个呼朋唤友的音乐沙龙。来小露露，起来露露，哎，快。昔日的地下金库，如今摆满他的收藏。这个连续下了1个月的雨，你看都长毛了有些。这个菜是品相很好。
这下是不出手，我自己把玩的。关键是这个半年多没上线了。每年交房租的时候，啊，就迫不得已得卖这块。老赵喜欢听旧钟表的报时声，提醒自己每分每秒都要活得精彩。这个灯啊，哎呦，是个白炽灯就好了，弄了个 LED 灯，我这真是，哎 ，LED 灯没光影效果，这是。别人认为都要扔的东西，我必须把它起死回生。这就我干这一行当，啊，每一件东西拉的时候，都是被别人认为这都是些垃圾，但是我一定要把这些垃圾把它变为，对吧？视觉上的好东西。或许这些老物件在有些人眼里不过是草根藏品，但它们承载着人们生活过的痕迹。城市的故事被老赵保留并记录了下来。行，还能拉出调来，不错了。所有西洋乐器您都会吗？不，全自学的，指法对不对都不知道，但是琴不离手，现在整个都连运弓都不会了，漏洞百出，一看都是半平的咣当，基本上就是靠记忆。五线谱到现在上老年大学钢琴班，这是唯一一个接受正规这个初级班。老师都说，哎呦，这个赵同学这个野路的还可以，野路的水平挺高的。像我这种就是自娱自乐型的，反正老年了，哎，会几首弹，以此为乐了，就 OK 了。野路子乐手，草根生活美学家。青岛精致浪漫的海派文化，熏陶出老赵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酷大爷。真正的生活美学，不因为住在地下室而打折。这酒好喝还是青岛的酒好？当然，我们青岛酒好喝。董磊现实中是以教钢琴为生，但因为对自家闺女板不起脸，女儿哆来咪是交给合唱团的钢琴伴奏来教。根音、三音、五音，哇，这是你自己写的吗？你好厉害呀！爸爸教我的。哇，你居然能写字，很棒，可以的。那么这个题为什么不写？董磊，你叫我干什么？哪个题啊？这个题啊。哎，今天谁发脾气？我说做这个题，你自己跑屋里边画画去了。你谁？哎，完了。董瑞妮，你这个甩锅哦。和教琴时严格的董磊不同，陪女儿练琴的董磊非常温柔，再着急也只能揪自己的头发。对，要记住这个3指的这个落，你每次带他就是对应着页数练练就行了，好不好？你那么厉害是吧？带个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星期好好练琴啊，把所有的连线都弹好，听见没有 ？OK。你今天要扎什么头衔？哪吒头？边带娃边处理合唱团的工作是董磊的日常。合唱团现在是专业的工作量，协调时间是个难题。超哥，那个星期3演出即将到来的演出，男高音一凡因为老婆生孩子要请假。
好了，那媳妇儿怎么样了？你先不要定哈，你先看看试试看，你先到时候看看再说，是，好吧？好了 ，OK， 拜拜啊，哎，拜拜拜拜，是怎么了？什么事儿？有一个团员老婆要生孩子了，然后他就29号演出不一定能来参加，所以他现在就是到预产期了，还有10天左右，没办法呀，就剩4个人了，男高音本来人就少，就只能硬顶。哇，这真的是，天，人生大事啊！去雕塑园是不是要带上你那个小活？是的。那么那个抓小鱼的那些……放下电话，焦虑的团长切换成温柔的父亲。下午跟女儿约好要去赶海。老鬼神！你本来跟着爸爸就自由呀。真让你妈听见完了，咱们俩仅剩这点自由也不会有了。你现在就是赶海小米儿，现在你就是赶海童磊老师，赶海小米米儿，赶海童磊磊。对青岛人来说，赶海和弹钢琴一样，都要从娃娃抓起。董磊的童年也是这样度过的，所以青岛人的赶海，赶的是一代又一代亲情的轮回。啊，爸爸，这还有一条小鱼。等一会儿，我先把螃蟹给你抓着。快过来看螃蟹！爸爸，你真棒！哎，爸爸，在这儿我看到了，小爸爸在这儿，你看。好，我来，我把它引出来啊。爸爸，加油！你行的。爸爸，你抓住了吗？抓住了，但是被盖住了，我也不知道在哪儿。你先晃，爸爸，我教你在这个水里晃。你让我看看，哎，还真的在。好嘞。爸爸，我教你这样解决沙子的方法，好吧？特别棒，咱俩今晚上饭已经够了。爸爸，你再找找我。找不着了，咱们已经收获非常好了，比上次多了。你看。啊，那多的我就要带回家呀。哎，咱不商量好了要把它们放生吗？那我把它放到这个里面。所有的都放到这里面，好不好？来，1、2、3，放。哦，开花了，第一次来，2、3个月没来了。新地方装修好了，老赵去小港淘海鲜。给我挑着，2老这10个蟹子。哎，你这回不上1六啊，我把它搬了，不行。你那么些年了也不变样了，哎。还不变？哪能变样？我打一声你就觉得你这样，现在多长时间了吧这？你怎么认识我？接客的。那接客的。今天也是开海第1天，码头摆满活蹦乱跳来自海上的丰收。这里是老青岛爱来的码头市场，渔船上岸后直接出售，又新鲜又便宜。好了，走了。海螺、虾虎、螃蟹、鲅鱼，还有必不可少的青岛散啤。外地人聚会喝啤酒论香，老青岛喝啤酒论桶。啊，hello。还是老样子。好。OK。这来，下哈口再，一边坐着一边吃啊。老赵有水手情节，他把自己的3次搬迁称为航行。新场所完工后的第1次聚会，来的都是多年老友，庆祝这个老水手的又一段航程。老赵每次落脚都在经典的老建筑里面，他说自己的航行串起了青岛老城。开戏。来，好。先说一句啊，海林雅居咱这些真的小乌托邦，时空流转到最好的地方了啊！希望各位在这个风水宝地里面再继续咱的航程啊！哎呀，2、3个月没吃蟹子了，那不是没吃海鲜了，我这开海了，今天终于要到了。这一声莱卡 ，the most das Leben sein。对。Ganz genau。Give me einen Glas Schnaps bitte。Ja, bitte sehr。
德语关于喝酒的事，我一定学的比什么都快。赵大爷，我会20多个国家的干杯。这些多少年的弟兄，我这那个谁，克莱门斯是18个年头，17年了。你是13年。这个就让看。14年，12年。来，啊，太开心了。对呀，是吧？很长时间。对，这个感觉，你看，最后我们说我们想要的生活都要到了吧？对吧？差不多吧。老李可以在几次的搬迁里面，他最有话语权去见证的，对吧？之所以赵大爷能把这些人喊在这里来，是因为大家共同是一个在骨子里边可能是偏一个理想主义化的，更追崇的是内心的风俗，而不是很在乎世俗的一些东西。Because life is too short. Life is too short. So we have to enjoy and find people like Mr. Zhao and all the people around here to find the right people to enjoy life. Yeah? Tomorrow I can walk over the street, get hit by a car, and I'm dead. So what's happened then? To complain that I have a bad life? No, I can say every day I have had a wonderful life. I meet my friends, I have good drinks, we have perfect food. What do you expect more from the life? And this is special of Qingdao. I never heard something about from my other German friends from Shanghai, Beijing, Changchun. Never heard about that. 他在青岛港上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文化人。我们不懂文化，我们懂生活就足够了。无论走到哪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方式，我们的我们要的调调，一定会要到。老赵喜欢和朋友通宵达旦的聊天，看夜色中的青岛美得像海市蜃楼，这是他的生活方式，也是他热爱青岛的方式。路边的野馄饨摊儿，是青岛人魂牵梦萦的深夜食堂。跟上队伍行吗？这里有啊！海鲜大餐和啤酒的聚会后，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把空虚的胃口再温柔的运转。老友带常年不在青岛的王小晨来填补空白。尝，绝了！不错啊，好啊！哇塞，辣椒面好像撒多，辣椒面吗？胡椒面吗？胡椒面。所以你们在青岛，就是经常会来吃这个吗？我很多时候都不要馅儿，只吃皮儿。下一碗馄饨皮儿。深夜的馄饨摊儿，也是老友间吐露心声的时刻。你看，我们今天特别有意义的，就是我们从少年宫去到了我们其实最原初的点。我们俩生日只差1天，从4岁开始认识，从少年宫开始起立，但是截然不同的人生。他羡慕我，羡慕他。聚光灯下不都这么觉得吗？女明星大家都围着她转，然后就特别好。然后，但是今天觉得好像不是那样，就是不能随心所欲。我觉得这个最重要。大家没有什么就想要什么。让你再重新选一遍，学京剧学不学？学京剧学不学？我那时候才9岁，我有选择权吗？现在的你啊，现在的我，我可能对我的儿女会，但是我唯一有选择权的是当年是我考大学的时候。但如果人生再有一次选择，我应该会选择跟我的初恋结婚。这是今天就是有这个机会，就我们能体验体验，就是你就没有机会让你体验我们拍戏跟真实生活不一样。你没有经历过婚后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一直以为爱情就是童话。你看，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是那句话， 10几年了，爱情就是童话，太理想了。我可以这样讲，我在我10年以前，我当然也拍过戏，别人对我的采访说啊，你对你以后是什么定位啊，或是怎么样，我当时会说，我希望未来我是一个有作品的演员，或者是我对未来有无限的向往。但是今年30多岁了，我要说的话是，我要对过往残缺的接纳。你就像我们总会去羡慕自己体会不到的人生，因为我体会到了，我会说我会当年跟我的初恋结婚。可能如果20多岁、10几岁的时候我没有体会到，我那会儿就想去看看世界什么样。
这就是为什么你今天问我，就是让你回去回到哪一年？你想回到哪一年？我不想回去。咱俩的答案是一样的，过去的哪一年我都不想回去。你是我唯一，哎，你是我唯一这一路上遇到所有的人，咱俩的答案是一样的。你是我唯一遇到。人生没有回头路，真正的勇气是接纳自己的命运，包括它的不完美。可能别人的生活都是你羡慕不来的。就是你有你自己的幸福，别人有别人的快乐。但是你怎么知道别人的生活是你想要的那种生活呢？并不是。今天知道了，不想要了。对，今天是真彻彻底底的不想要了。今天不想要了。原来可想感受。明天再说。明天。喝酒前笑，喝完酒哭。喝酒之前我是青岛的，喝完酒之后青岛是我的。今年玄乐合唱团的第3场演出。下了班的团员从城市的4面8方匆匆赶来。我的票呢？原本请假的男高音一凡，在媳妇儿的催促下还是来了。你还需要票吗？我没报呢。你长得太巴了呀！对，你怎么修完了更巴？这是我们山东省散打第几来着？最能打的一个。就咱团的男生啊，常年都是这种待遇。到下了是吧？来，准备1、2、3，有你了！表情，加油啊！这一场使劲唱啊！唱完这场只剩8球了啊，歇1个月啊，使劲唱。今年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我们已经离开舞台8个月了，今天还能站在这里给大家唱歌，我的内心非常激动，当然也心怀感恩，感恩有你们，感恩在我身后的他们。他们跟在座的各位一样，都有着自己的工作，在百忙之余参加合唱团的排练，才有了今天的演出。下面这首歌带你们走入我们的世界，这是个什么样的团体？这些满音符的线路，好像夜风飞舞。想象你们会对我说，好恐怖，改成别的生物。曾经妄想着剑走天涯，以为发胖改变了远近望，只好每周过来看看他，最近有些什么新歌。当时加入合唱团的时候，想的其实就是一件事：我想演出，我想唱歌，几乎没缺席过，就是感觉不能掉队。每天就是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就因为那时候其实真的很喜欢音乐，也想去唱，但是一直没有这么一个机会。工作了这么久了，终于找到家了，就是我感觉我还活着。下班的时候呢，就会感觉自己像一个泄了气的气球一样，但是每次一到合唱团之后，就感觉突然又打满气儿了。歌团里面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带这个玄字，所以我命中注
在这儿。这些生活中的彩票销售、摄影师、公务员、老师们，以音乐为舟，穿越疲惫生活中的平庸孤独，活出了平凡生活中的闪闪发光。青岛的夜生活从海边开始，赶着退潮，青岛唯卖精酿的郑焕良带家人一同去赶海。退开了吗？还没退下来呀、这边他们都是挖的一些瓜子儿。对，你看，你稍等，行，那我出来吧。哎，这个可以。往沙滩上小洞里撒盐，以为是涨潮就钻出来的蛏子被一把抓住，这是本地人的硬核赶海。退潮后，海边宝贝更多，赶海的人也比白天多。沙滩上星星点点，全是挖宝的人。开海日，凌晨3点半，老山港东村的渔船就要出海。启程前祭海祈福是100年不变的传统。当你沉睡时，浪人们在见证凌晨4点半海上的日出。那宋坤，我今天带你起飞。让我们进去会一会里面的朋友们。青岛浪人说，青岛是北方最好的浪点，许多国内浪人养成了下青岛、东海南的候鸟轨迹。城市浪人们大多都从事着各种职业，但冲浪是他们生活的核心。当你和鱼一起穿越海浪，与大海融为一体，你会忘却一切烦恼。冲浪小白宋坤也是帆船环球的女侠客。乘风破浪的小姐姐。Yes。如今她的目标是成为一名船长。3、2、1，换！海面上乘风破浪的不仅仅有小姐姐，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之一胶州湾大桥，桥下水深仅3米。公哥和朋友惊险地完成了首次大帆船穿越胶州湾大桥。1.6米了，抓紧，往外跑，我这。太棒了！差1米搁浅，扎到米里了。差1米，这船就扎到米里了。这也是青岛第一次这么大的帆船穿越这个跨海大桥。下了帆船，公哥匆忙赶到青岛印象。50岁的他是这家海鲜饭店的老板。老青岛王英拍过青岛所有的啤酒屋。来，打球。这个保罗杯是青岛的啤酒屋的一个特点，非常有男人的感觉，非常有力量。这家用的还是最被酒客青睐的菠萝杯。这个喝啤酒一定要大口。天主教堂把它画成了一个这懒洋洋的猫，整个这个城市的人的生活的感觉就像这种猫的状态。以把青岛地标拟人化出名的漫画家浣熊无二带着家人去逛八大关，这里也是他漫画灵感的来源。青岛的海是老青岛生活的海，是年轻动感的海，是乘风破浪的海。大海温柔而开阔，提供无限可能。在青岛的拍摄中，我们遇到了老赵，他航行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中，有收藏和老友，有梦想与啤酒。悠然自得的他，是青岛最富有的穷人。行吧。我们遇到了董磊和玄了合唱团。给点节奏来，我们给点节奏来。不起眼的小人物聚在一起，不经意活成了别人眼中最闪亮的星。还有在故乡旅行的王小晨，他和发小相互羡慕对方，但最终
他们不想和任何人交换命运。我们都是自己命运的水手，偶尔也会羡慕别人，但最终还是要孤身远行。大海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帆被扯碎，船被撞破，但是没关系，这就是生活啊！就接纳自己破了的船帆，修补过但还没认输的命运。暴风雨刚刚过去，寒流还未到来，回故乡加个油，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本节目由痛快中国燃的康师傅冰红茶独家冠名播出。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时间过得如此之快，《奇妙之城》第1季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这一季，我们登上高山，深入溶洞，扬帆出海，越野戈壁，用脚步丈量6座城市。我们在蓝色厦门感受到了海之辽阔，在贵阳心甘情愿地喝醉，我们在西安的深夜迷路，不小心就会走入大唐绮丽的梦。而每次到重庆，就感到空气中有种隐隐的愉悦，自带社交属性的滚烫火锅让我们快意江湖。戈壁是克拉玛依的根，它的孤独与深情令人动容。被海环抱的青岛，让人沉醉在啤酒和海浪的美妙泡沫里。我们试图用一个个有趣的人的故事，去展现一座城市的灵魂，他们的故乡，我们的别处。故乡还是别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拍摄结束了，火热的生活还在继续，一颗颗滚烫的心还在热烈跳动。也许有一天，我们也会来到你的城市，记录你的故事。愿每一个人都能找到那座属于你的奇妙之城，找到自己心中那个有趣的灵魂。
朋友们，再见，咱明年见。好，安全送达，5星好评，谢谢。